接下来我们特别关心到的是来自于《华尔街日报》的最新分析，他认为2026年的关键，中美经济正在加速的离婚。这当中我们也看到了一些的迹象，包括最新习近平在有关于粮食，中国大陆的粮食上面要实现战略自主，尤其呢豪砸了1兆元来补助，这当中包括了关键项目，像是东北的大豆。那美国的豆农这时候怎么办呢？中国买美豆，现在买的这些量都只是过渡期吗？今天我们会一起来做关心。好，中美现在之间的关系被形容是冷战2.0，但是呢，我们看到，好不容易啊，这个川普跟习近平这一回是终于说上话了。他们这一次直接通话谈的话题其实非常的多，包括涉及到了贸易、军事，还有川普说他4月会访中，跟台湾议题等等。在这场对话结束之后，川普其实是非常开心的，他认为双方之间有非常好的一个谈判。他说这是一场出色而且长久深入的对话，因为呢，他特别提到了有关于大豆的问题，就是美国农民最关心的大豆议题。他说，北京啊，现在也在考虑了，会大幅提升向我们美国采购大豆的数量，从原本的1200万公吨，拉高到2000万公吨，也就是增加了800万吨的一个量，并且他还透露说，北京还有承诺我们其他事情哦，下一季的采购量还会持续的增加，扩大到2500万公吨。那这个消息一出，当然了，黄豆期货的报价终于是暴冲，创下2个月以来的新高了。美国的农民，大豆农民听到这个消息是不是最开心呢？因为他们已经惨淡了非常非常久的时间了，尤其在这个海外的销量惨淡哦，这个价格更是跌到了14年的新低。普渡大学更是说呢，就算现在有了这样子的一个利多消息，但是大多数的美国农民啊，还是认为说现在的经济的经营状况还是会比去年还要更惨，似乎是对川普是没有信心的。另一方面，也是他们也担心，巴西在今年哦，这个它的产量在大豆上面会创下新高，达到了1.8亿公吨，价格更低，更吸引中国大陆的买家。所以呢，中国大陆其实也有另外一个选项，它可以跟巴西去买大豆啊。所以节目一开始要特别请教杨老师怎么看了。北京一方面现在也承诺说，会跟这个川普买大豆，但是另外一方面又砸了兆元，这当中的战略计划还包括了推动粮食的自主。他现在是对美国释出善意，还是把跟美国买这些大豆当作是一个过渡期而已？那为什么习近平会愿意答应川普去买大豆？老师怎么看？我们看2023年到24年啊，中国大陆跟美国购买大豆大概是美国大豆出口的54%，所以1半以上它的出口都是往中国大陆，那来到了超过2500万吨以上。而价值呢超过130亿美元，所以这不是个小数目。而它牵扯到第一个是大宗物资的，就是在大国之间大宗物资，因为大宗物资牵扯到都是跟这些民生物资有关的这种移动买卖。那第二个呢，它牵扯到的就是甚至这2国之间的外交跟经济关系。所以你看到像是去年，它就变成一个大陆这边采取了一个反制的作为，针对美国的关税战。可倒过来，美国这边也变成要求大陆必须要增加购买大豆，如果你要恢复跟美国之间的关系，或者是降关税的话，所以双方都把它当做一种大宗物资、一种外交跟经济竞争甚至对抗的手段。可是它会影响到的是什么？影响到这个市场上的这些沙拉油啊，然后饲料啊，甚至这些。所有的这些鸡、猪农的饲料，然后影响到他们的价格，因此影响民生很深刻的，所以它必须要分散。那分散呢，当然最主要像是巴西澳洲、印度这些地方都有。那如果中国大陆自己本身可以提供比较稳定的比例的话，那它依赖外国的进口就会降低。所以这个是从民生跟战略，以及甚至跟大国之间的政治经济上面考量。是一定要做的。第一个要分散来源，第二个呢，你要增加自己生产的这种比例。那同样的，美国这2天，美国也在开一个矿物与资源部长会议，50多个国家的部长集合，就是大家是不是一起来思考，怎么样摆脱中国大陆对于稀土的这个垄断？虽然不太可能达成什么有效的这个结论，但是呢，
现在国家之间彼此都是如此，尤其是大国针对这种大宗物资特别像这个大豆，我们这次看到它成为一个中美竞争里面的一个筹码跟工具了。好，中美博弈持续的在进行，除了在稀土上面的竞争，还有大豆。那其实《华尔街日报》最新也示警，他认为现在中美之间的关系其实是非常的紧绷的。他认为两国正在加速走向离婚哦。这个当中包括从半导体、能源一直到食品，都是他们分手的核心。而且这些核心的产业其实都涉及到一个国家的国家安全。那同时间，在《华尔街日报》提出示警的时候，我们确实看到中国大陆现在在粮食上面实现的就是战略自主。习近平在针对农业方面祭出了非常多新的策略。首先要看到的是获得了1兆美元的国家战略物的一个补贴的，包括这些补贴会给农民给他更多的大豆种植的补贴，试图要降低对于美国的依赖。第二件事情是中国在今年释出的2026中央1号文件，针对了小麦、水稻用最低收购价护航，那么玉米、大豆也有补贴哦。再来就是习近平推动的现代化农业要来加速在东北地区，尤其是这边的粮仓的振兴。那它这边中国的粮仓主要产区在这边的产量更是达到1/5以上，并且在现代化的发展当中也纳入了像是云平台，可以做在线上做更好的一个观测农业的观测。那也请这些大企业来去全面化的大规模的去管理农业提高效率、降低成本。那目前我们看到中国大陆在大豆，尤其是这种战略物资上面，它的自给率其实还不到20%，因此成为习近平非常想要努力的对象。厉将军怎么看？现在习近平想要把大豆列为他的重点项目之一，那未来美国还可以对于这个大豆，对于他来说还具有战略价值吗？你有没有想过大陆的人口12亿人，每天早上起床就有12亿张嘴张开来要吃饭，所以其实我觉得可是这不是当笑话，你知道，你把人民喂饱了，人民就不会造反。如果老百姓吃不饱，中国历史上我们都看出来，当老百姓这个局势动乱，大部分都是因为发生了饥荒，所以老百姓吃不饱就会造成饥荒。所以中国共产党他领导他很重视的一件事情就是粮食的问题那不可讳言，在这个在之前也就是说文革之前，大陆本来也要想要这个生产做好粮食储备，可是那个时候没有用科学的方法，所以造成很多的那一阵子在这个文化大革命期间也发生过饥荒的事情。但现在来讲，我觉得中国大陆它从其中学到很深刻的教训，因此现在中国大陆到我们今天讲的状况为止，全世界有1半的粮食储备是在中国大陆的，所以它粮食储备是没有问题的，尤其是说这个人吃的部分包括粮食、小麦这2种，因为我们称之为是口粮作物，是绝对充裕的。那为什么大豆到现在为止还要仰赖这么多量进口？因为大豆跟玉米这两种农作物是非口粮式的农作物，它大部分是做什么呢？第一个，我们知道大豆是榨油嘛，然后这个玉米大部分大豆还可以做什么？它是拿来做成饲料，对喂猪喂，所以代表什么呢？代表大陆的老百姓，他除了要吃得饱之外，他还要吃得好。他希望能够获得更高的、更优质的蛋白质，所以他需要鸡肉、猪肉等等这些，所以他会需要大量的这个大豆来进口。那目前来讲，中国当然会自己想办法能够自给自足，因为他觉得粮食这种东西如果卡在这个别的国家手上来讲的话，就跟这个天然气、油料卡在别的国家手上，是对国家的安全构成很严重的威胁。所以他必须要自给自足。在这种状况下，我们看到中国每一年他所谓的1号文件讲的都是什么？都是在讲粮食。所以由此中你就可以知道，中国是非常重视粮食生产的。那现在来讲，他已经发现说大豆必须这个几乎90%要仰赖从美国进口。当然，他也开始要怎么样增产自己的大豆了那中国有一个很好的土地肥沃的地方，叫东三省，东北这个地方土地非常的肥沃，它的粮食产量占全国的1/5以上所以那当然你除了说有这个很好土地之外，你国家要有很好的政策能够配合。我们现在看到中国大陆对农业
农业的政策，第一个它是补助这个补助这些农业，因为做农的事实上非常辛苦，你可能这个很辛苦的用你这个成本也非常高，包括人力的成本、农机的成本、肥料这个肥料的成本，这个化学的成本人工的成本等等两成本很高，可是市场往往波动会很大的。我们经常讲谷贱伤农嘛，如果说是农作物生产太多了，这个老百姓农民就赚不到钱；如果说生产不足的话，那老百姓又吃不够。所以说，我觉得中国大陆在这方面管控的非常好，他希望用着补贴的方式然后很合理、很有价格，鼓励农民愿意在大豆跟玉米方面来生产。当然，如果说是到有一天中国东北地区能够生产出他们自己中国大陆所需要的产量之后，它当然会减少对美国的依赖。是好，所以我们看到说，中国大陆现在已经把粮食自主列为是一种国安的问题，用科学方法、现代化的方法来做粮食上面的自给自足。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对于全球粮食接下来会有什么样子的一个冲击？那包括《华尔街日报》提到，美中正在加速离婚，是否供应链也会加速脱钩？张将军又怎么看？我认为他们那个美国跟中国大陆之间的脱钩，它会有限性，因为按照经济学上的比较利益法则，大家都有相互的需要。那美国便宜的，美国卖给中国大陆，像农产品；中国大陆便宜，中国大陆卖给美国，双方都受利互利。所以一定要贸易往来。为什么？贸易往来才一个自由的贸易中双赢，你都不要，那大家买不到便宜的东西，大家都受害，大家全部都要消费者都要买到便宜的东西，所以这很清楚。那我们现在看这个大豆。我认为大豆它有三个条件，所以没有办法脱钩。第一个，大豆不经放，你不是我放久一点，你机器设备可以啊。这大豆这个1年是新鲜了，2年之后就开始有点黄菊毒素了，你大概只能当饲料了。你1年可以在炼油，反正那么多豆类，有豆皮、豆腐、油豆腐，什么都是豆，那可以，这是新鲜的吃。你一放了1年之后，那对不起，那只能做那个饲料了。那你这样的话，整个的经济价值降低了。美国的大豆的市场产量那么大，所以但是中国大陆要不要向美国买呢？我认为还会向美国买，因为有个条件就是说，中国大陆一直是贸易顺差对美国，美国对中国大陆是贸易顺差，然后贸易逆差，那我就买你100亿，因为现在大豆1公吨400块美金，你就可以知道了，一公吨是400块，那下了2000。你要知道，我们2000万吨那是80亿美金。对，如果达到2500万吨的，刚好是100亿美金，是这个样啊。那今天我们就讲到了，那整个贸易的赤字，稍微平衡一点。我买你大豆嘛，那美国刚好也需要出口啊，美国需要中国大陆的市场，中国大陆需要美国的大豆，刚好相互。当然可以向巴西买啊，巴西也是大豆产量国，问题是巴西跟中国大陆之间的贸易赤字没那么严重啊。那就跟美国反而可以做调节，我认为是在调节上面。那这个调节呢？美国是我们讲的贸易顺差跟逆差的调节。那巴西扮演的什么角色？巴西扮演的是大豆的洞庭湖。当中美关系不好的时候，那不像美国买的，我向巴西买，它变成洞庭湖就对了。那么中美关系好的时候啊，那巴西你就大豆少卖一点吧，因为中国大陆会向美国买大豆，所以。巴西是站着一个调节水位的这个角度，那是这个状况。那现在中国大陆说现在有很多的国来鼓励这种大豆啊，我认为还是有限性。为什么？大陆人多。第二个呢，大陆现在的都市化会把农地吃掉，沧海桑田嘛，会把农地吃掉了，没有农地去吃这个都市的啦，只有都市吃掉农地，所以地会越来越少。当然科技会进步，但是问题是中国大陆现在吃肉的人越来越多了，猪鸭牛羊还有鸡，还有我们所讲的猪，那些通通都要吃饲料将来，那现在大家吃多肉多了，那些都要吃饲料，所以大豆的需求量只会多不会少。好，谢谢张将军。那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地缘政治、美中之争、战略价值、强权崛起、小国生存。现在与未来，洞悉事件走向，掌握世界脉动，全球观点尽在环球大战线。